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草泥捏汉堡，今天就为大家带来搞笑的动漫们新粉增加第12季第9集。这天，全家人一起去看动漫展，看里面一片繁荣的景象，新妈不禁感叹，似乎动漫已经充斥到处都是了。小新在这里发现了日本的动漫，字节打斗场面让他看得津津有味。不过新小妹倒是有些疑惑，为什么狼会射出一张网？小新表示，动画是不用说得通的。接着，兄妹俩又来到了表演舞台剧的地方，听了一段模仿秀后，新小妹又忍不住挑刺，说他根本不像。漫画男和科学家也站了起来，说这位先生创造动物形象其实都是剽窃的。另一边，辛巴、辛妈正在看猫鼠大战，看到里面猫和老鼠居然在亲热。辛巴不禁有些怀疑人生。接着，全家人一起去观看动画制作过程。简单开场白后，台上推出了一套黑色的衣服，然后主持人就说需要一名志愿者。辛巴自然是非常积极，话还没有说完，衣服就穿上了。工作人员向他介绍，当他移动身体的任何部位时，屏幕里的毛绒娃娃就会依葫芦画瓢。辛巴首先尝试一些简单的动作，见果真如此，他就一边唱一边跳起来，还像真的狗狗一样用脚来挠耳朵。台下观众看他一系列蠢萌的动作，不禁被逗得哈哈大笑。辛巴觉得差不多了，就挥手告别了，但他忘记脱掉感应服，就去上厕所了。于是这个过程就被屏幕里的狗狗演射出来，这下观众们更加沸腾了。就是辛巴的家人们有些尴尬。上班的时候，辛巴还忍不住对朋友们聊起了动作捕捉套装，他觉得这就是美国所需要的，因为生活中有太多的搞笑动作没有被捕捉。说着，他又站在桌子上现场表演了一段。在他看来，要这些动作都反映在卡通里，那么一定会大受欢迎。这样的观点同样也得到了朋友们的认可。见他们也这么觉得，辛巴就越发觉得自己应该去分一杯羹，于是就驾车离开了核电厂。辛巴来到了银行，表示要将所有的存款取出。营业员刚开始并不同意这样做，因为辛巴拿是与辛妈的共同账户，如果要取就得有辛妈的签名。于是辛巴就跑到电影的盆栽后面，一个人表演了3个人的戏份。见他演得这么卖力，营业员也没有办法了，就让他所有的存款都给了他。接着辛巴来到了证券交易所，他想买500股 A 动画公司的股份。工作人员查询了一下之后，询问辛巴是否已经充分了解股票的风险。了不了解不知道，辛巴大脑此时已经在钱海中遨游了，于是没有犹豫，全部积蓄就交了出去。自从买了股票后，辛巴就实时的关注了它的涨跌。第一次查询的时候涨了 1.15个百分点，这个把辛巴给高兴坏了。晚上睡觉的时候，他都还抱着买了股票的凭证。在辛巴看来，他手里握着的就是飞黄腾达转折点。电视上也播报了股票市场的情况，播报员说 A 动画公司上涨了8个点。辛巴还没来得及高兴，接下来的话就给他浇了一桶冷水。在今早骤跌了75个百分点之后，播报员说这家公司宣布了立刻破产，还指出对于辛巴这唯一的股东一定会是个噩耗。这下辛巴再也无法自欺欺人了。得知全部积蓄都打了水漂后，辛巴召开了家庭会议。在家人们期盼的目光中，辛巴飞快地说了这个噩耗，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，他又开始了下一个议题。新小妹偷偷将枫糖浆吃了，然后母女俩就吃饭的问题争执了起来。好一会儿，辛巴才反应过来，所有的钱都赔光了。辛巴纠正妻子，并不是所有，他用剩下钱买个铃铛，可惜他最后也散架了。全部的钱赔光后，辛巴冥思苦想，终于找到了解决办法，那就是让辛妈给别人当代孕妈妈。这想法把辛妈气得不轻，直接就不想搭理辛巴了。万分郁闷的辛巴又来到了老谋子酒吧，这是巴尼告诉他自己有挣钱的途径，他就是靠成为人类实验志愿者挣钱的，比如医疗、军队或者嚼东西。老谋子突然凑了过来，嚼东西？巴尼解释道，就是像不停地啃电线，直到被电击。听到他这么说，辛巴觉得有些危险。巴尼表示确实有些副作用，他胸口又长了几只耳朵。辛巴考虑了巴尼的意见后，来到药物研究中心。研究人员首先测试一瓶香水，刚开始就痛得辛巴怀疑人生。接着是食物抑制剂，看辛巴面对众多美食而纹丝不动，似乎药剂真的起了作用。其实并不，只是他现在瞎了。紧接着他们又测试辛巴的反应能力，研究人员都惊呆了，因为他比不过一只老鼠，他们都不知道从哪找来这么笨的志愿者。突然，辛巴大脑内部结构引起了他们的注意，他们发现他大脑竟然插着一支蜡笔，这应该就是辛巴智力受损的原因。得知自己大脑里有蜡笔，辛巴也很惊讶，毕竟这也不是他第一次照 X 光片了，怎么以前就没有人注意到过？习医生表示自己可以回答，因为他以前拿 X 光片的手刚好挡住了蜡笔。工作人员询问辛巴知不知道这是怎么发生的，辛巴回起他6岁那年，他将所有的蜡笔都从鼻孔里塞了进去，之后他又感觉很不舒服，然后打了一个大大的喷嚏，很多3卷蜡笔就这样被打了出来，他以为掉出来就是全部了。工作人员告诉他，这可能就是他智力低于正常水平的原因，还说可以为他除掉那根蜡笔，大大提升他的脑力，当然也有可能会将他置于死地。辛巴还以为增加是他的杀人能力，
力，于是没有过多犹豫就答应了。辛巴回家的时候已经换了一身装扮，他说自己刚刚将智商提升了50个点，身上的衣服也是奈人送他的。见家人们有些不信，辛巴又说了好几个冷僻的知识，这下大家都相信他的话。辛巴又接着问谁愿意明天跟他去图书馆。毫无疑问，辛小妹当然是不二人选，难得的父女共同阅读时光。辛小妹很惊讶，爸爸竟然一天看完了好几本书，竟然对书的内容颇有自己的见解。辛小妹别提有多么的欣慰与高兴了，她一直觉得书本有种神奇的力量，让大家聚集在一起。辛巴现在也不去老谋子酒吧了，就待在家里，边听高傲的音乐评论，边加一篮子打乱的魔方复原。见弗兰德要带着孩子们去教堂，辛巴上前拦住了他们，说自己不小心证出上帝是不存在的。弗兰德自然是不相信，不过当他细细看到他推理的过程之后，就不由得他不相信了。但弗兰德对于上帝的信仰是刻在骨子里的，于是他选择将它烧掉。不过他手里的那份本就不是唯一的。辛巴智商恢复之后，春田小学还请了他去做演讲，主题就是不要在你的脑子里插东西。辛巴说自己是来给他们这种少数人希望的，因为大家都有一根蜡笔插在脑子里，这也许不是真的蜡笔，而是偏见形成的蜡笔。刚一说完，小胖子站了起来，询问辛巴傻瓜会说什么。辛巴早已今非昔比，不仅没有落入他的圈套，还让小胖子自己成为了一个傻子。通过摆在面前的例子，辛巴向大家展示聪明是多么的酷。这一番演讲让辛小妹都忍不住竖起大拇指。接着演讲就接近了尾声，所以像我一样多用脑子，画画、唱歌、跳舞。然而台下孩子还没有开心多久，校长就来了。由于预算缩减，学校取消艺术、音乐和舞蹈。一天，莱尼和卡尔正在喝咖啡，突然看辛巴拿了个包裹从面前经过，就问他要邮寄什么东西。辛巴说他编制了关于这个工厂详细安全报告。卡尔很奇怪，他为什么不直接交给秃头？辛巴表示他要跳过当地政府，直接寄给核调控委员会。闻此，莱尼觉得辛巴要快点了，他脸上都累积了厚厚的工业废料了。卡尔也觉得工厂还有个清醒的人真不错，他还展示了辛巴给裤子弄的装饰。辛巴寄出邮件不久，秃头又召开了会议，他说联邦政府收到匿名报告，核电厂被要求规范化，然后秃头就宣布进行大规模的裁员，也就是全体裁员。这下莱尼和卡尔都不高兴了，就是因为辛巴这个天才，他们饭碗都丢了，裤子上装饰卡尔也不要了，毕竟靠这个可养活不了家人。晚上，辛巴正在边走边看书，路过老谋子酒吧的时候，突然听到好多人在吼烧死他。走近一看，他们烧竟然是自己。他终于了解人们对他仇恨有多深，他害得他们所有人都丢掉了饭碗，就连老谋子也很讨厌他们，因为他之前还以为自己是小爱的唯一。他表示不再欢迎辛巴这种聪明人了。还没有等他把话说完，贝尔就被人打了一板。回到家后，辛巴找到了女儿，询问他为什么不告诉自己聪明会让朋友疏远。辛小妹已经习以为常了，智力越增加，快乐越远离。辛巴想要知道该怎么样度过这些孤独的时光，辛小妹告诉爸爸可以打太极、喝茶，当然最好的方法还是去散心。于是辛巴就开着车出门散心了。在路上，他路过电影院，就打算去看场电影放松一下。那是一场婚礼，一个女人和2个男人。看着牧师因这违背常理的结合而晕倒，台下观众忍不住哈哈大笑。然而辛巴却 get 不到这个笑点，于是他又被大家针对了，脑袋瓜子又挨了一板子。辛巴心情复杂，走过了很多地方，最后他来到了研究院。他要求他们将自己重新变回那个开心的傻瓜，但他们拒绝做这么冒险的实验。研究员见辛巴这么坚持，就介绍了一个无执照外科医生给他，这个人就是老谋子。将辛巴牢牢固定在操作台上后，老谋子询问他想要做些什么，阑尾切除、脂肪抽吸还是器官取样。辛巴什么都不想要，他只想让老谋子将手上的蜡笔插进他的脑子里。此时辛小妹正在家画画，这张画表达他对智慧爸爸深深的爱。然而当他打算再添加一点浅灰蓝色时，却发现那支蜡笔不见了。与此同时，那根蜡笔已经被打进了辛巴的脑子里。辛小妹十分不安，她十分害怕事实就是自己想的那样，结果果真如此。辛巴直接破窗而入，他现在已经完全记不得之前的自己了。辛小妹跟他说的那些话，他也完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但那个聪明他已经料到这个时刻，所以在做手术之前就写了一封信给女儿 Lisa， 我要退缩了，但在此之前，我希望你知道，变聪明让我知道你有多棒。这样的安慰对辛小妹来说已经足够了。于是她感激上前抱住那个笨笨的老爸。海明威曾经说过，聪明人的幸福感是我所知道的最罕见的东西。那些被我们所羡慕的聪明，也许对于天才们只是一种负担。偶然成为聪明人的辛巴，在刚开始的时候确实过得一帆风顺，不仅能够毫不费力地融入女儿的世界，还能够得到同僚的夸赞。照这个势头下去，似乎成为家庭和睦、事业有成的人生赢家指日可待。但太过突出的人总会成为异类，就像立于鸡群的鹤，无论再挺拔，也摆脱不了孤独。其实平凡有平凡的快乐，聪明有聪明的孤独。也许有的人注定不会取得很大的成就，但不妨碍他依旧能够拥有美好的人生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小伙伴别忘点赞、评论、关注，咱们下次见，拜拜。